给我瞄准了打。比赛了。美国2米特种兵拳王来华嚣张踢馆，结果惨被中国巨人杀手一拳打飞在地，紧接着更是乱拳当场打碎头骨，险些当场身亡。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是为您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对局。好，我们看两名选手的身形差距呢，还是非常的明显。对方呢，美国特种兵拳王卢卡斯在身形身高和臂展上都有着巨大的优势。那么目前对方的美国特种兵拳王卢卡斯在我们中国擂台已经是13连胜，也就是对华不败，这也使得对方的美国特种兵拳王卢卡斯相当之猖獗，在媒体发布会面前更是当众羞辱我们中国选手中国人。你们中国人在我的面前就是一群矮小的瘦狗，就算你们跳起来也顶多只能打到我的膝盖，而我只需要一低头就可以一拳打爆你们的狗头。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也看到了对方美国特种兵拳王的嚣张，他是仗着自己人高马大，瞧不起我们中国人。那本场比赛，我们中国的巨人杀手张志磊的师弟李龙霸气出山。好，比赛开始了，看一下红方选手李龙，是一个中国的胖小伙他人送外号巨人杀手。因为他在这个我们国内曾经打过的比赛90%以上都是以小博大战胜对手，所以说被称为这个巨人杀手。好，那蓝方选手就是美国的特种兵拳王，身高2米的卢卡斯。那么对方的卢卡斯在美国最牛的部队也就是海豹突击队当中待过5年。对，很明显的李龙的话，他的这个双拳的实力还是在的，他在目前就施展更多的腿法，但是对方就一上来这个高扫腿，说明对方的这个技术还是比较全面一些。好，李龙，李龙这一拳呢是摆拳被对方给防住了。而且我们看到卢卡斯今天的这个战术运用非常的灵活。这场比赛的话，一定要小心对方卢卡斯的飞膝，因为对方是练习多年的泰拳，他的飞膝很厉害在过去的中国的13场比赛有8场他是用飞膝KO 我们中国选手。那我相信小胖在比赛之前应该也是有所准备。你看他的头部的腰闪是这个卢卡斯是灵活。我这个后手拳很危险啊。好在李龙是特别自己的头部的防守。好，又是一个飞膝，但是小胖李龙的防守还是非常的不错。虽然说我们看李龙今天在身形上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劣势但是这种比赛呢，尤其是重磅级别呢，像李龙这种选手可以一拳完全有机会可以秒杀对手。而且李龙在此之前他的实战经验包括以小博大的经验很丰富。现在前手刺拳在不停的点着李龙李龙卢卡斯确实打得很聪明是的，而且他的前手刺拳的速度也比较快。这个卢卡斯有他拳击的基础，他的前手的刺拳，他的点击，而且对性很强。对了，他前手刺拳，他的上勾拳都是这个拳击技术的体现李龙的正蹬。你看这个后手打中，这应该是个好，最后的时间，双方第一回合还是以试探为主。实际上很多外国人都认为我们中国没有重磅级或者是大量级的这个选手，但是实际上有很多优秀的比如说奥日格勒、张志磊，包括今天我们在场的这个李龙都是我们中国非常出色的重磅级选手。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打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双方在第一回合的这个整体表现打得还是很不错那么李龙面对一个身形比自己大这么多的一个选手，他还是很稳没有说因为对手打得凶我们而怕对手。你看，对于距离上的把控呢，李龙也是很精准。对方的卢卡斯在美国的海豹突击队当中待过5年，那这一次来中国踢馆呢是横行霸道，猖獗至极，而且据说他还荒淫无度，每一年把大部分的这个钱都投入到了这个找女人这件事情上据说他当年的退伍费这个刚退伍不到3个月全部花光。好，一起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对局，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他的这个
已经有一个预防动作了。哎，上勾拳，他这上是2次都打空了，对，距离没把握好。哇，现在李龙怀疑一个高扫踢啊！好，这场比赛温馨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在观看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眨眼啊，因为重磅级别的比赛呢，稍不留神啊，就有可能会 KO 啊，所以说这个比赛如果你眨眼啊，就可能会错过这个精彩的片段。好，我们看李龙的进攻打得很凶，完全把压制力给到了对手。啊，现在双方的节奏慢慢的变缓了，李龙也是一个假动作的高。李龙啊，小胖的这个拳呢是非常的重，据说他的这个重拳能打到800斤以上。哦呦，哇，这一拳我们看，对手战斗站不太稳，现场的裁判送给了对方一次读秒啊。我们看对方的表情，还是有点懵啊，因为没有看清楚什么东西飞过去。那对方啊很擅长这个飞膝，那么李龙呢也是抓住了对方啊飞膝的一个机会，一拳把对方干翻在地。有机会了，但是但又不要急，不要急。对，对方的前手刺拳的穿透性还是在的。哇，后手大轮摆，哎呦，观众朋友们，那再一次读秒，那么裁判是终止了对局，因为这个比赛呢，如果再不终止的情况下，对方啊，这个卢卡斯啊，有可能会身亡擂台。好，真不愧是巨人杀手。本场比赛我们中方选手李龙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啊，连续的多记重击打翻了对手。第一次重击呢是对方飞膝啊，然后被我们打飞出去啊。那么第二次的话是连续的重拳，现场裁判不得不拦啊，如果再不拦的话，可能啊对手的脑壳那就不是脑壳了啊，可能是一团浆糊。加拿大花100万聘请拳王来华，无视规则调戏中国小将。你打我噻！你打我噻！小兔崽子，他反了你了！美国特种兵在擂台上狗眼看人低，疯狂挑衅中国小伙，小伙当即霸气回怼，更是乱拳打了他狗血淋头，险些当场身亡。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为您带来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大战。好，我看一下眼前这个光头小胡子，长得好像乌龟精的这个家伙，就是来自于美国的特种兵迈克尔·罗伊斯。好，这个家伙是个特种兵啊，已经是36岁，没有错，他还没有退役，他还是美国的特种兵，只不过呢，美国这一次派他来是执行任务啊，是来打拳。在前对着媒体镜头，他更是当众大放厥词，表示了自己来的目的。作为一个美国特种兵，我这一次的任务非常的简单。就是把中国人打到磕头认输，如果谁敢反抗，那就打成植物人，我会让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好，观众朋友们，那这一次面对美国特种兵啊嚣张的态度，我是想说，剑拔弩张又何妨？华夏何曾惧豺狼？神州遍地好儿郎，横刀立马斩列强。好，没有错，我们神州大地遍布好男儿啊，是不可能惧怕列强的。啊，因为如今已经是2023年了，哈哈！啊，这帮老外还以为我们中国是100年前的中国啊！好，比赛开始了，我们仔细看一下蓝方选手蓝色短裤便是今天前来挑战他的对手。首先，好，蓝色短裤张文龙，小伙子皮肤黝黑，来自于山东的一个汉子。好了，看一下这个大光头，脑袋发亮的，这个家伙就是美国特种兵啊！什么情况发生了突发情况？对方应该是被打到了眼睛啊，被戳到了狗眼。那么中国小伙应该不是故意的啊，我们可能是有意的，打的就是你的眼睛。好，我们看这个家伙一直在示意裁判，意思我们中国小伙不敢和他打。能看得出来，这个美国特种兵呢，的确是非常的嚣张，而且比赛开始他是不断的往前推进啊，这个进攻意图还是很明显的。这场比赛要小心了，要注意的是，这是一场25分钟的大战，5个回合，每回合5分钟的时间。我们看张文龙是采取了一个游走的战术啊，小伙打的还是非常的灵活。
因为这是比赛的第一回合，我们还是要熟悉一下比赛啊，熟悉一下擂台。毕竟这里是这不是中国。我们看对方的这个美国特种兵的胳膊呀，的确是很长。好，擂台上又发生了突发情况，对方应该是有犯规打到了我们的眼睛。那么双方比赛开始呢，互相打了一次啊，这也算扯平了。但是我们看，哦呦，这个家伙一脸无辜，看来这个家伙并不是当兵的，那可能他是个演员。好，我们看一下刚刚是如何戳到的眼睛。我们仔细看，对方，哦呦，提前就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爪子。对方用他的狗爪子抓伤了我们的眼睛。那么在一开始呢，张文龙戳对方的眼睛，观众朋友们，很明显那不是故意的，而对方这一爪明显是在有意的去复仇。看出来这个家伙是个小肚鸡肠，一个非常卑鄙的人。好，这里检查已经完毕，我们比赛继续。但是张文龙今天还是要小心，因为这个家伙的确手段非常的卑鄙。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能够为了赢不择手段的一个选手。Dan sudah beberapa kali mengenai kaki depan dari seorang Winry. Kita lihat pertandingan sudah berjalan setengah ronde pertama ini, Bung. Kita lihat 2,5 menit akhir di ronde pertama. Apakah ada finish atau berlaku jual beli pukulan antara Winry dan Theodore Ginting ya. Theo masih perlu menekan ke arah kaki. 双方在臂展上，我们的张文龙的确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劣势所以说只能是不断的后退，寻求一些打反击的机会。我们看这个家伙的表情非常的多，而且面对我们的扫踢，他不断的拍击大腿，示意我们的张文龙呢继续打。实际上，在擂台上发起挑衅是美国选手的一个特点，而这帮嚣张的家伙总喜欢在擂台上挑衅对手尤其是在遇到我们中国选手的时候，他们的挑衅动作非常的多。好，张文龙还是很稳，我们背靠龙网，不断的左移右移，也不给到对方抓住我们的机会。哎呦，这个家伙我们看又再一次挑衅我们，他摆出了各种各样的挑衅动作，可以说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嚣张的美国佬了。好，你看撅起了屁股，一脸嘚瑟的神情，我们能看得出来这场比赛他完全没有把张文龙放在眼里。好，一回合还有最后半分钟的时间。好，你看对方还在示意裁判，打着打着就跟裁判说一句说我们中国选手不和他打。我相信屏幕前有些观众朋友们肯定也认为这个张文龙的战术可能是有点过于保守。观众朋友们要清楚，这是一场25分钟的大战，并不是打得猛就能赢了体能分配非常的重要。好的，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非常的精彩。中方选手张文龙大战美国的特种兵。好，这场比赛赛前，张文龙不被任何人看好，因为对方毕竟是一个身经百战的特种兵，而且还上过这个战场。所以说这场比赛的话，张文龙是不被看好的一方。但是在第一回合，张文龙的表现呢还是非常的不错，
啊，他采取了一个非常保守的游击战。那我们中国人民和中国拳手呢，实际上非常擅长游击战啊，这是从我们这个骨子里和血液里流淌下来的东西。而当初打这个小鬼子啊，我们在我们中国国内的时候，抗日的时候啊，就采取了非常多的游击战。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现场的美女，她一直在点头啊，不知道在示意啥。哦，这个家伙，我们仔细看对方的这张脸，他是充满了非常多的表情动作。我现在甚至怀疑他可能是从某个电影学院毕业的啊，根本不是当兵的。哦，你看，这个家伙还在模仿我们被这个失去重心的瞬间动作，看得出来他的挑衅动作真的是太多了。好漂亮，突然的反击。实际上，张文龙他的拳是非常重的啊，因为他练习过8级拳。我们在中国有句老话，就是10年太极不出门，1年8级打死人，啊，说的就是这个8级拳。哦，这个家伙又来了，哈哈，又在模仿我们被打晃的这个瞬间。好，你看，哦呦，哈哈，他到底想要干什么？他认为我们中方选手打得不够凶猛。不着急啊，凶猛的都在后面。本身啊，这个张文龙他也属于一个慢热型选手啊。好漂亮，头部的摇闪，对方的刺拳很快，但是就是打不着。好，这个家伙像个狒狒一样对着我们亲嘴儿。好，这场比赛对方的美国特种兵已经把各种嚣张的动作以及神情都展现出来了。我们看第2回合还有最后2分钟的时间，小伙子真的是打出了啊不同于他这个年纪的沉稳。哇，这一拳打了对方一个360度的转圈。我们看张文龙的话，状态应该是要反击了。好，连续左右砸击，前后手的大摆拳。好漂亮，这个转身摆腿有效果，对方明显是有点感觉到痛苦了。好，我们看张文龙连续的追击，再一次。好漂亮哦，这是打晃了，有机会。但是对方的这个美国特种兵非常的油滑，我们看直接把比赛拖到了地面，来限制我们在战力上给到他的压力。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看对方的狗嘴呀，已经被打吐血了。
Theo bisa bertahan untuk melanjutkan hingga ronde ketiga. Iya. Kita lihat, masih keras pukulan dua fighter ini, Bung. 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比赛第2回合已经结束，非常非常的精彩，2回合的大战已经结束。那么双方这个比赛打的的确很激烈，哈哈，对方嚣张了很久，但是没有想到在比赛的第2回合后半段，你看，哦，这个家伙，瞪眼睛、撅嘴巴，甚至还扭屁股。那么在后半段被我们的张文龙，你看，哦，打的是不成人样了啊，险些被 KO， 甚至把狗嘴打出了鲜血。我们中国选手当中啊，姓张的选手，观众朋友都很厉害。你像，张伟丽啊，张志磊，张文龙，还有很多啊，比如说张立鹏，都很厉害啊，都是姓张的选手。Kita lihat segera dimulai Bung Dedi ronde ketiga. Iya. Semakin seru pertandingan Bung. Iya. Theo kembali menekan Bung.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比赛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也到了今天最高潮的部分，今天的第3回合，看一下。好，我们看张文龙这里是拿到了对方的后背，有机会。对方的美国特种兵现在的话就是危在旦夕。非常的可惜，对方的脑袋非常的滑啊，要不然刚才我感觉应该是能做成这个降服。好，观众朋友们，看对方的美国特种兵，这个家伙已经站都站不太稳了，而且整个人好像是喝多了一样，也没有了这个撅嘴啊，也没有了扭屁股啊，也没有各种脏话了。而且我们看现在对方的速度以及体能呢是有着明显的下滑，而且这一回合我们看我们的中方选手张文龙，他已经不再被对方压制啊，而是和对方呢来到了笼子的最中央，两人开始了拼拳。Percobaan overhand tadi Bu. Ya. Ditambah lagi dengan jab dari seorang Theo. 3 menit Bu. 3 menit di ronde ketiga. Ya. Apakah ada jual beli pukulan cepat tadi Bu? Pukulan cepat Bu. Ada take down. Masih menanti dua fighter yang bisa melakukan apapun Bu. Ya. Dua fighter belum pernah terkalahkan. Belum pernah terkalahkan ini Bu. Betul. Kita lihat Theo masih mencoba untuk menekan dan juga Winry bertahan. Baik dari seorang Winry, jab strike-nya. Ini dia. Terus menekan. Dia langsung melakukan jab dan dua-duanya kena. Iya. Dua-duanya langsung mengenai. 好，第3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那么双方在战力上的对攻啊，张文龙，我们的文龙还是要吃亏啊，因为这个臂展上的确是没有优势。但是我们的抗击打能力，我们看还是非常可以的啊，吃了对方很多刺拳。不仅是没有受伤啊，一滴血我们都没有流。Di bawah 2 menit, Bu. Di bawah 2 menit. Kita lihat apakah ada serangan-serangan beruntun sepertinya, Bu. Ini dia Theo mencoba memberikan tekanan dengan pukulan-pukulannya dan juga low kick. Ya. Baik. Kembali satu overhand kanan ya. Masuk Bu. Overhand lagi. Siap lagi dari seorang Theo. Ya. Winry melakukan body shot. Belum mengganggu Theo. Dua fighter masih juga. Double jab dari seorang Theo. Double jab dari seorang Theo. Kembali jab.
哦，漂亮！哦，这拳打晃了，连续上面的砸击，对方危险了，还在打，转身很快。这个时候要再一次尝试做降服，但是这个扣拿得很快啊，而且背部我们双腿在搭扣。这个裸脚我们看，哎呦，观众朋友们，对手拍手投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的解气，非常的给力。我们看，对方像一条死狗一样躺在了地上。好，这场比赛我们的中方选手，我们看张文龙非常的开心，现场是跳起了舞蹈来庆祝。好，观众朋友们，这都是应该的，因为这是属于我们最终的一场胜利，的确打得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的话，虽然说我们的作战经验可能不如对方多啊，但是我们采取的战术和应对方式，非常的好。今天也是成为了战胜对手的一大利器。还是那句话啊，剑拔弩张又何妨啊？我们的神州好儿郎，我们横刀立马战列强。好，恭喜张文龙，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高手是这是什么情况？拥有金钟罩铁布衫的武僧一龙竟然被打到东倒西歪，连站都站不稳。现场裁判怕出人命，赶紧终止对局。见到武僧一龙如此的狼狈，现场的女粉丝上台嚎啕大哭，伤心欲绝。然而就在武僧一龙被 KO 的第二天，太极拳传人大弟子韩飞龙霸气出山，要把武僧一龙丢掉的脸面争回来，要为中国武术证明他是太极拳大师王占军的关门大弟子。年仅15岁就斩获全国太极拳冠军，他4两拨千斤，以柔克刚，击败过无数前来中国踢馆的老外。不管你是世界冠军还是不败王者，在他这里通通撑不过一回合。他就是太极拳实战第一人韩飞龙。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泰大战。没有错啊，中国的太极拳传人韩飞龙霸气出山。本场比赛的话是无论如何要为中国武术证明啊，要把武僧一龙呢丢掉的脸面给他争回来。好，这场比赛他要迎战的对手呢正是泰国顶级拳王，135磅的泰拳世界冠军沙玉郎。好，这个家伙的确是一个非常凶狠的角色。那么上一场比赛也是将我们少林寺的武僧，号称有着金钟罩铁布衫的武僧一龙一脚爆头，当场 KO， 仅用时不到1回合的时间。那么当时的武僧一龙是摇摇晃晃啊，金钟罩铁布衫全部失效，站都站不稳。那么现场的女粉丝也是哭的是梨花带雨，很伤心。可以说武僧一龙呢，把我们中国武术和少林功夫的脸面彻底给丢光了。因为赛前武僧一龙的是大吹特吹，在媒体面前啊，吹嘘自己的金钟罩铁布衫呢，子弹都打不穿。那么结果上擂台之后，那么沙玉郎用了一个高扫腿，直接是打穿了他的铁头功。好，比赛开始了，我们仔细看一下红方选手，穿着黑色短裤的便是我们中方选手太极拳大弟子韩飞龙。那么蓝方选手这个穿着蓝色裤衩的便是来自于泰国的拳王沙玉郎，和拳王波球、亚桑克莱以及消杀狂啊，他们4个并称为泰国拳坛的4大天王，的确是很霸气。双方比赛开始都是互相的试探啊，打的并不是特别的凶。沙玉郎呢，他是一个极具爆发力的一名选手，但是呢，他打拳虽说爆发力强，但是也不莽。哦，漂亮！转身的边拳，再加一个劈挂腿，这是韩飞龙非常擅长的这个太极拳的招式。来实战结合的更好的一些，在我们射击初期的时候，他刚来我们这个比赛的时候，他还会有一些很不太协调的传统武术的动作的，但现在已经进步非常明显。那么今天相对于韩飞龙来说啊，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啊。对方无论在实力以及名气上啊，都远远要大过自己一截啊。今天对于飞龙来说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挑战。当然，如果今天挑战成功啊，也可以啊，这个一举成名。是的，但是韩飞龙呢，现在由于传统武术这个热潮吧，韩飞龙也是比较火的，而且他确实打出了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战绩，所以在网络上推广的时候，韩飞龙的点击量还都是非常高的。双方刚才一个是后手，一个转身摆，都互有命中啊。
那么韩飞龙呢？这个在赛前啊，是因为狼王沙一郎没有降重成功，被扣掉了1分。那么韩飞龙就是有1分的优势在手。其实我自从认识这个沙一郎的时候，他就这么胖，所以我很佩服泰国选手对于拳的热爱，但是我不太。韩飞龙的这个腿法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的这个腿功呢，是他最擅长的一个点。那么在此之前的比赛当中呢，韩飞龙经常用自己的舍身踢或者说是扫堂腿啊，来进攻他的对手。但是这场比赛的话，韩飞龙并没有去用他这个扫堂腿，因为据说赛前的话，裁判来了，哦呦，舍身踢，这是韩飞龙最擅长和拿手的一个招式。刚刚说到啊，韩飞龙就来了一招，好漂亮，连续中扫，但是力道上来看啊，还是差了点意思啊。韩飞龙并不是很擅长这种中扫腿，他比较擅长比如说侧踹啊、舍身踢以及扫堂腿。好，观众朋友，比赛第1回合结束，那您觉得双方选手打得怎么样？对方的沙一郎呢，也是一改往常强势强悍的一个作战风格。那么对韩飞龙的太极拳明显是有所忌惮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太极拳非常擅长4两拨千斤和借力打力。那么对方也清楚啊，对方打得越狠，我们韩飞龙会还得越狠。所以说，双方选手在比赛的第1回合呢，也是简单的切磋啊，打得有来有回。实际上，观众朋友们，韩飞龙今天的表现已经非常的不错了啊！面对20岁出头的一个小将，面对一个拳坛世界霸王，能够这么的淡定啊，已经很厉害了。而且本场比赛，韩飞龙不仅仅代表的是自己，代表的是我们中国武术。所以说，他要把上一场比赛这个武僧一龙丢掉的这个脸面啊，给争回来。好，比赛第2回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第2回合，为了培养这些属于自己的英雄自的明星吧，也不少把他们送到泰国去学习。对，正常是互相换拳。好，那双方在比赛的第2回合终于是有了一波换拳，但是双方都没有讨到什么甜头。比较小心，尽量是要避免和这个鲨鱼狼去拼拳，因为对方的这个单质量的重拳啊，爆发力是非常的强。那么一旦打起来的话，韩飞龙这边绝对是要吃亏。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啊，自己腿法上的一个优势。比如说他刚刚第1回合最后连续4个扫踢是抓住了那个时间点，泰国这个速度也慢，最后几秒不会防守，但是连续了4个扫踢。扫踢还是有效果的，可以尝试再出一下。袭击，舍身踢就是小腿挂到了沙一郎这个颈部。是的，在早期的韩飞龙的这个战术很聪明啊，打完飞膝之后立马进行搂抱，也是不给对方任何一个能够进攻自己的机会。好，再一次通过不断的搂抱来限制对方鲨鱼狼在拳法上的一个进攻和压力。我们看比赛第2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双方依旧是有来有回。但这样打下去的话，还别说啊，韩飞龙在点数上，感觉好像是要略高一些啊。所以说，还是在中国打响了名气。对。韩飞龙呢，在备战期间呢，一直是在都江堰。我们知道，现在1月份都江堰四川那边就是阴冷，飘着雪，但是韩飞龙每天坚持去跑步10公里，那种外面寒冰，然后里面透着汗水的感觉，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好的，刚才韩飞龙一个前手摆拳的迎击，双方换拳有效果。韩飞龙队一定要把这个前手撑出来，多去跟沙一郎换拳。如果沙一郎这次再不发力的，比赛的第2回合，韩飞龙也是一直在避免和沙玉郎去拼拳。因为和对方拼拳啊，绝对是不明智的啊。好，小心这应该是一个滑倒啊，并不是击倒。好，我们看韩飞龙的应对明显是有一点点小吃力，但是问题不大，毕竟还是能够招架得住。好漂亮，再一次的搂抱化解对方进攻。
这个全伤啊也是非常之高。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第2回合结束，让我们闲话少说，直接把比赛转接到第3回合。好，我们看，观众朋友们，现场的这个，哦呦，有点晕啊！我这个人呢是比较晕球的啊，平时不怎么看球。如果让我和这个美女打一场啊，我觉得我可以用这个咏春拳法啊和她 PK 一下。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比赛来到了第3回合，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看一下这回合韩飞龙能否有 KO 对方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理性来分析一下，想 KO 对方啊，的确是有难度。好，接腿后，哦，漂亮！接腿后的连续重击，韩飞龙是抓住了这个时机，空档抓得很精准。第3回合能不能有回转乾坤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臂展确实很长，接腿挑摔。虽然说这个接腿挑摔呢，并不是加分项啊，但是呢，在气势上来说呢，是非常有好的帮助。阿尔飞吸，但是挨了对手一个迎击。不断前手刺拳试探。韩飞龙今天的前手控制的距离啊，非常不错。这样让沙一郎几乎每一击是把整个身体扑上去的，为了以求重量嘛。所以打完一击之后，韩飞龙这个距离的控制往往会让沙一郎的很多动作落空。好，我们来聊一下武僧义龙上一场比赛为何会输给这个沙一郎啊？上一场比赛输给沙一郎，只能说武僧义龙的太过于自满，太过于自大啊，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因为当时的这个武僧义龙说呀，波球，我当时输给他，只能说波球的运气好啊，所以说武僧义龙就认为这个泰国的4大天王啊都不是他的对手啊，所以说并没有把沙一郎放在眼里，所以说呢太过于大意啊，所以说呢被 KO 了。说到底还是太狂了啊，非常的猖獗。那么很多人说武僧义龙是个假和尚啊，但观众朋友们啊，这个世界上只能说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没有什么是太绝对的啊。到底是真是假，您自己心里有个数就行了啊。好，我们看比赛第3回合还有1分钟的时间。这一拳好重。泰拳手的这个远距离的追击能力很强啊，单个的拳加扫踢的这个跨度也很长，所以韩飞龙这个时候不要直接退啊，如果是退的话，要两边撤。韩飞龙现在最近也是 WKFO 红热体育当中领有现在一个悍将，最近真的是水逆他们的选手赵小雨，包括屠文东都是受伤啊，没有办法参赛。再一次挑摔，沙一郎这会儿体重也有所下降啊。哇，双方真的火力全开了，但是真的来不及了。哎呦，下踢！比赛结束。自信。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那么这场比赛，年仅23岁的韩飞龙打战一个30多岁的拳坛老将，有着280多场战绩的沙一郎。这场比赛的话，韩飞龙的应对已经非常的不错了啊！本场比赛韩飞龙不仅代表自己，也代表我们中国武术，代表太极拳法。这场比赛，我们的少林功夫啊，武僧义龙的输给了这个沙一郎。那么在国际擂台，尤其是在日本啊，这个媒体记者非常讨厌啊，说这个我们中国武术不如泰拳啊，说少林功夫不如泰拳。那本场比赛，韩飞龙就是要把这口气给他争回来。那么在不被任何人看好的情况下，韩飞龙本场比赛的话也是和对方大战了3回合，并没有产生 KO。但是我们看一下最终的一个判罚。现在我来宣布本场比赛最终裁判给出的分数：1号裁判30比28，2号裁判30比29， 3号裁判29比。没有错，让我们恭喜韩飞龙！哇，本场比赛成功的为中国武术找回了颜面。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注意看，这个白衣男子竟然想殴打中国选手，还当众给中国小伙一个耳光。在第二天的发布会现场，更是当众光着膀子，一脸谁也不服的模样，冲上来就要殴打中国选手，嘴里边还不断骂骂咧咧，要把中国小伙打成残废。这个嚣张至极的恶徒就是金在勋，他绝对称得上是最嚣张的韩国选手。不仅如此，他还是韩国的黑帮打手。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当众打人，无论在任何场合，只要他遇到了中国人，就会立马冲上前去进行殴打，完全不把任何中国人放在眼里。在媒体记者采访时，更是当众大放厥词。你认为中国选手的实力怎么样？什么？一拳打死一个？中国人在我的面前就好像营养不良的猴子，我甚至怀疑他们连泡菜都吃不起。然而一向嚣张跋扈的他，这一次终于是踢到了钢板，惹到了中国拳坛巨兽奥日格勒。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为您带来一场韩国人看了难受，中国人看了享受的中韩大战。没有错，眼前这个一脸嚣张、一脸猥琐的家伙啊，这个大胖子就是来自于韩国的黑帮打手金在勋。都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然而眼前的金在勋，他曾经公然表示自己打拳完全就是为了合法化的打人。观众朋友们啊，这简直把嚣张至极展现的这个淋漓尽致。赛前更是狂言说这个打我们中国选手啊，1分钟就可以打废一个。这个家伙怎么可以这么狂啊？没有错，因为他是一个混黑社会的韩国的黑帮打手。然而已经是30岁的他遇到了一个他不该惹的人啊！赛前他推搡殴打我们眼前的中国小伙，年仅22岁的中国功夫熊猫拳坛巨兽奥日格勒。好，奥日格勒的话有着将近400斤的体型，非常的恐怖啊！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呢为数不多的重磅级选手。好，奥日格勒的话，小伙子虽然说看起来很肥壮啊，看起来很勇猛，因为他来自于蒙古，但是他却是一个性格很腼腆的小伙子。赛前，对方的韩国选手辱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搭理他，但是没有想到对方是得寸进尺，不仅辱骂我们，还上前来殴打、推搡我们。所以说，这使得一向脾气好的奥日格勒今天彻底爆发了啊！赛前表示说要把对方打到泡菜都吐出来，好啊，还是非常的霸气。好，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正在我们中国啊！万万不曾想，对方的韩国选手啊，在我们中国还敢这么猖獗啊！这场综合格斗比赛，你可以用拳，你可以用腿，你可以摔跤，你也可以用柔术。啊，奥日格勒的话来自于蒙古，那摔跤呢是他最擅长的一点，但当然他的拳法也很厉害。好，比赛已经开始，让我们废话少说，红方选手奥日格勒，蓝方选手是韩国黑帮打手金在勋。好，我们看，奥日格勒一开始就站在原地啊，招呼对手放马过来。奥日格勒今天在身形上的话，还是有着绝对性的一个优势啊，要比对方呢重上100多斤。我很难想象啊，对方面对这么肥的这个奥日格勒啊，竟然挑战我。那当然啊，对方也不瘦啊，280多斤。好，双方的换拳，那很明显还是奥日格勒的拳呢打得更凶。双方的龙面对局，200多斤的金在勋竟然选择了主动去压制400斤的奥日格勒。那对方的这种选择呢，和这个自杀啊几乎是没什么区别。好，连续的顶膝。这场比赛还是要小心，因为尤其是200斤以上的重磅级别对局呢，实际上啊太肥优势并不是很大，因为你的体能消耗以及你的这个体重啊，会导致你的速度并不是很快。这场比赛奥日格勒是400斤啊，将近400斤，而对方的话是200多斤，所以说从灵活角度来讲呢，对方的这个移动能力啊应该是更快。倒计时3分钟。 2분 정도 지났습니다. 펀치페이크 아우르거러가 주자 반응을 했었던 김재훈 선수입니다.
휘어지고 있습니다. 왼쪽으로 돌아 나오는 김재훈. 케이지를 넓게 활용하고 있습니다. 김재훈. 哦，什么情况？奥尔格勒选择休息一会儿，但是对方的金在勋也学习我们。好，已经过去了半回合的时间。双方这场重磅级别对局呢，虽然说打的并不是很激烈，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对方啊这个金在勋打的太猥琐，他不和我们来拼拳。好，又是来到龙边对局。我们看奥尔格勒的连续重击，击打对方的腹部。 아예 가라는 지시가 있었고 머리를 들어라는 세컨 쪽의 지시가 있었습니다. 무릎 주시면 1라운드 이 도착 상태 없어 보여요. 김재훈 선수는 중장기전을 보고 있는 것 같습니다. 자, 거리를 다시 돕니다. 김재훈의 발목 받치기 볼 수 있었고요. 또 뭐 워낙 무거운 아우르거였기 때문에 중심이 좋습니다. 또 몽골 씨름인 부를 익혔기 때문에 뭐 잘 넘어가지는 않는 아우르거고요. 라이트 포인트. 倒计时1分钟。好，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虽然说这场综合格斗比赛，但是双方啊似乎都不是很想打地面，因为凭借奥尔格勒的体型呢，实际上把对方拖到地面是很轻松的一件事。 예언의 말처럼 진행을 하고 있습니다. 케이지에서는 이제 머리 컨트롤만 살짝 해주면서 쉬어가는 느낌으로 하고 있는 것 같습니다. 김재훈 선수는 모든 경기가 1라운드였는데 지금 1라운드 시간 거의 다 지났습니다. 네. 정수리를 한번 때려봤고 그렇습니다. 아우르거입니다. 아우르거가 지쳤다라는 이야기를 해줍니다. 역대 최고 몸무게를 찍었기 때문에 전보다 체력적으로 더 부담이 클 겁니다. 그렇습니다. 자, 아우르거 성큼성큼 접근했었던 김재훈. 저 몸에서도 킥이 나오는데 1라운드 마무리됐습니다. 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比赛第1回合已经结束，非常的精彩，一场超重磅级别的对局。双方选手可能打的有一些并不是很激烈，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很多细节啊。这奥尔格勒呢，他是一个保存体能的打法，想看一下这个金在勋究竟是有什么本领。但是经过这个短短的试探，我们已经摸到了对方的底细那对方就是没啥本领，就是对方最大的本领。实际上对方也是一直在尝试和我们来换拳只是换不过。而且奥尔格勒的这个重击我们的拳速要比对方还快很多。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对局应该不会像第1回合这么平淡了因为奥尔格勒热身完毕，那么接下来就是一场腥风血雨。 보여줄지 어떤 작전을 해올지 2라운드 시작했습니다. 김재훈 선수 달라진 건 굉장히 여유를 보여주고 있습니다. 급하지 않게 경기를 이끌어간다는 게 선제 공격. 상당히 발전한 성장한 모습이라고. 对方的金在勋在韩国的话是一个黑帮打手，据说这个家伙从小就是个混混浑身纹满了这个纹身想借着这一身纹身想吓唬我们中国选手，他可能不知道我们中国呢，我们的祖国已经打黑多年，没想到韩国的黑社会竟敢来我们中国。好打完比赛你就别走了直接跟我们的警察叔叔这个吃桶泡面去。 쪽 1 minute remaining in round 2. 쪽에서는 크게 움직임은 없습니다. 김재훈. 쪽에 킥 계속 넣어줍니다. 아우르거러. 최대한 못 맞춰. 최대한 힘모으고 있어. 한계야. 일발 딱 한 방을 노리고 있습니다. 김재훈 쪽에서는. 네, 실제로 아우르거러는 로드 FC에서 3라운드까지. 哦呦，什么情况？哇，对方的金在勋，奥尔格勒的话应该是打到了对方的裤裆。这一下的话完全不赖我们只能说对方的这个金在勋拿这个裤裆打我们的膝盖对方打得很准，不得不佩服韩国人的这个招式很厉害。好，我们仔细看，
对方很明显是拿着裤裆啊打了我们的膝盖，不知道刚刚的小插曲能否点燃两个人的怒火。好，连续的左右轮摆，顶膝高扫，哦，有机会，连续的重击。虽然说奥尔格勒很胖，但是他的拳速很快，400斤的体型压到对手的身上，把对方压在笼边，完全没有逃跑的余地，还在打。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让我们恭喜我们的中国选手400斤的拳坛巨兽奥尔格勒斩获了比赛最终的胜利。哇，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的解气啊！把一个嚣张至极的所谓的韩国黑帮打手狠狠的收拾了一番啊，确实很精彩。而且没有想到奥尔格勒的这个重击啊，轻易不出手，这随便一出手就打翻了对手啊，确实没有想到会这么重。好，本场比赛那打完之后，希望对方的韩国选手以后不要再嚣张啊，相信啊他也不敢再来我们中国嚣张了。好，让我们再次恭喜我们的中方选手奥尔格勒斩获了本期比赛最终的胜利。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高手是这是什么情况？拥有金钟罩铁布衫的武僧一龙竟然被打到东倒西歪，连站都站不稳。现场裁判怕出人命，赶紧终止对局。见到武僧一龙如此的狼狈，现场的女粉丝上台嚎啕大哭，伤心欲绝。然而就在武僧一龙被 KO 的第二天，太极拳传人大弟子韩飞龙霸气出山，要把武僧一龙丢掉的脸面争回来，要为中国武术证明他是太极拳大师王占军的关门大弟子。年仅15岁就斩获全国太极拳冠军，他4两拨千斤，以柔克刚，击败过无数前来中国踢馆的老外。不管你是世界冠军还是不败王者，在他这里通通撑不过一回合。他就是太极拳实战第一人韩飞龙。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泰大战。没有错啊，中国的太极拳传人韩飞龙霸气出山。本场比赛的话是无论如何要为中国武术证明啊，要把武僧一龙呢丢掉的脸面给他争回来。好，这场比赛他要迎战的对手呢正是泰国顶级拳王，135磅的泰拳世界冠军沙玉郎。好，这个家伙的确是一个非常凶狠的角色。那么上一场比赛也是将我们少林寺的武僧，号称有着金钟罩铁布衫的武僧一龙一脚爆头，当场 KO， 仅用时不到1回合的时间。那么当时的武僧一龙是摇摇晃晃啊，金钟罩铁布衫全部失效，站都站不稳。那么现场的女粉丝也是哭的是梨花带雨，很伤心。可以说武僧一龙呢，把我们中国武术和少林功夫的脸面彻底给丢光了。因为赛前武僧一龙的是大吹特吹，在媒体面前啊，吹嘘自己的金钟罩铁布衫呢，子弹都打不穿。那么结果上擂台之后，那么沙玉郎用了一个高扫腿，直接是打穿了他的铁头功。好，比赛开始了，我们仔细看一下红方选手，穿着黑色短裤的便是我们中方选手太极拳大弟子韩飞龙。那么蓝方选手这个穿着蓝色裤衩的便是来自于泰国的拳王沙玉郎。和拳王波球、亚桑克莱以及潇杀狂啊，他们4个并称为泰国拳坛的4大天王，的确是很霸气。双方比赛开始都是互相的试探啊，打的并不是特别的凶。沙玉郎呢，他是一个极具爆发力的一名选手，但是呢，他打拳，虽说爆发力强，但是也不莽。哦，漂亮！转身的边拳，再加一个劈挂腿。这是韩飞龙非常擅长的这个太极拳的招式，把实战结合的更好的一些。在我们传奇初期的时候，他刚来我们团队比赛的时候，他还会有一些很不太协调的传统武术的动作的，但现在已经进步非常明显。今天相对于韩飞龙来说啊，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啊。对方无论在实力以及名气上啊，都远远要大过自己一截儿啊。今天对于飞龙来说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挑战。当然，如果今天挑战成功啊，也可以啊，这个一举成名。是的，但是韩飞龙呢，
现在由于传统武术这个热潮吧，韩飞龙也是比较火的，而且他确实打出了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战绩，所以在网络上推广的时候，韩飞龙的点击量还都是非常高的。双方刚才一个是后手，一个转身摆，都互有命中啊。那么韩飞龙呢，这个在赛前啊，是因为狼王沙野狼没有降重成功，被扣掉了1分，那么韩飞龙就是有1分的优势在手。其实我自从认识这个鲨鱼狼的时候，他就这么胖，所以我很佩服泰国选手对于拳的热爱，但是韩飞龙的这个腿法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的这个腿功呢，是他最擅长的一个点。那么在此之前的比赛当中呢，韩飞龙经常用自己的舍身踢或者说是扫堂腿啊，来进攻他的对手。但是这场比赛的话，韩飞龙并没有去用他这个扫堂腿，因为据说赛前的话，裁判来了，舍身踢，这是韩飞龙最擅长和拿手的一个招式。刚刚说到啊，韩飞龙就来了一招，好漂亮连续中扫，但是力道上来看啊，还是差了点意思啊。韩飞龙并不是很擅长这种中扫腿，他比较擅长比如说侧踹啊、舍身踢以及扫堂腿。好，观众朋友，比赛第一回合结束，那您觉得双方选手打得怎么样？对方的鲨鱼狼呢，也是一改往常强势强悍的一个作战风格。那么对韩飞龙的太极拳明显是有所忌惮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太极拳非常擅长4两拨千斤和借力打力。那么对方也清楚啊，对方打得越狠，我们韩飞龙会还得越狠。所以说，双方选手在比赛的第一回合呢，也是简单的切磋啊，打得有来有回。实际上，观众朋友们，韩飞龙今天的表现已经非常的不错了啊！面对20岁出头的一个小将，面对一个拳坛世界霸王，能够这么的淡定啊，已经很厉害了。而且本场比赛，韩飞龙不仅仅代表的是自己，代表的是我们中国武术。所以说，他要把上一场比赛这个武僧一龙丢掉的这个脸面啊，给争回来。好，比赛第2回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第2回合，为了培养这些属于自己的有自的明星吧，也不少把他们送到泰国去学习。对，经常是互相换拳。好，那双方在比赛的第2回合终于是有了一波换拳，但是双方都没有讨到什么甜头。一定要小心，尽量是要避免和这个鲨鱼狼去拼拳，因为对方的这个单质量的重拳啊，爆发力是非常的强。那么一旦打起来的话，韩飞龙这边绝对是要吃亏。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啊，自己腿法上的一个优势。比如说他刚刚第1回合最后连续4个扫踢是抓住了那个时间点，泰国这个速度比较慢，最后几秒不会发生什么，但是连续了4个扫踢。扫踢还是有效果的，可以尝试再出一下。袭击，舍身踢就是小腿挂到了鲨鱼狼这个颈部。是的，在早期的韩飞龙的这个战术很聪明啊，打完飞膝之后立马进行搂抱，也是不给对方任何一个能够进攻自己的机会。好，再一次。通过不断的搂抱来限制对方鲨鱼狼在拳法上的一个进攻和压力。好，我们看比赛第2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双方依旧是有来有回。但这样打下去的话，还别说啊，韩飞龙在点数上，感觉好像是要略高一些啊。所以说，还是在中国打响了名气。对。韩飞龙呢，在备战期间呢，一直是在都江堰。我们知道，现在1月份都江堰四川那边就是阴冷，飘着雪。但是韩飞龙每天坚持去跑步10公里，那种外面寒冰，然后里面透着汗水的感觉，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好的，刚才韩飞龙一个前手摆拳的迎击。双方换拳有效果。韩飞龙队一定要把自己的前手撑出来，多去跟鲨鱼狼换拳。如果鲨鱼狼这次再不发力的，比赛的第2回合，韩飞龙也是一直在避免和鲨鱼狼去拼拳。
因为和对方拼拳啊，的确是绝对是不明智的啊。好，小心，啊，这应该是一个滑倒啊，并不是击倒。好，我们看韩飞龙的应对明显是有一点点小吃力，但是问题不大，毕竟还是能够招架得住。好漂亮，再一次的搂抱化解对方进攻，这个拳伤啊也是非常之高。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第2回合结束，让我们闲话少说，直接把比赛转接到第3回合。好，我们看，观众朋友们，现场的这个，哦呦，有点晕啊！我这个人呢是比较晕球的啊，平时不怎么看球。如果让我和这个美女打一场啊，我觉得我可以用这个咏春拳法啊和她 PK 一下。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比赛来到了第3回合，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看一下这回合韩飞龙能否有 KO 对方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理性来分析一下，想 KO 对方啊，的确是有难度。好，接腿后，哦，漂亮！接腿后的连续重击，韩飞龙是抓住了这个时机，空档抓得很精准。第3回合能不能有回转乾坤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啊，臂展确实很长，接腿挑摔。虽然说这个接腿挑摔呢，并不是加分项啊，但是呢，在气势上来说呢，是非常有好的帮助。阿尔飞膝，但是挨了对手一个迎击。不断前手刺拳试探。韩飞龙今天的前手控制的距离啊，非常不错。这样让沙一郎几乎每一击是把整个身体扑上去的，为了以求重量嘛。所以打完一击之后，韩飞龙这个距离的控制往往会让沙一郎的很多动作落空。好，我们来聊一下武僧义龙上一场比赛为何会输给这个沙一郎啊？上一场比赛输给沙一郎，只能说武僧义龙的太过于自满，太过于自大啊，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因为当时的这个武僧义龙说呀，波球。我当时输给他，只能说波球的运气好啊，所以说武僧义龙就认为这个泰国的4大天王啊都不是他的对手啊，所以说并没有把沙玉郎放在眼里，所以说呢太过于大意啊，所以说呢被 KO 了。说到底还是太狂了啊，非常的猖獗。那么很多人说武僧义龙是个假和尚啊，但观众朋友们啊，这个世界上只能说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没有什么是太绝对的啊。到底是真是假，您自己心里有个数就行了啊。好，我们看比赛第3回合还有1分钟的时间。这一拳好重。泰拳手的这个远距离的追击能力很强啊，单个的拳加扫踢的这个跨度也很长，所以韩飞龙这个时候不要直接退啊，如果是退的话，要两边撤。最近也是 WKFO 红歌体育当中，现在这个悍将最近真的是水逆，他们的选手比如赵小雨，包括屠文东都是受伤啊，没有办法参赛。再一次挑摔，沙一郎这会儿体重也有所下降啊。双方真的火力全开了，但是真的来不及了。哎呦，下劈！比赛结束。自信。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那么这场比赛，年仅23岁的韩飞龙打着一个30多岁的拳坛老将，有着280多场战绩的沙玉郎。这场比赛的话，韩飞龙的应对已经非常的不错了啊！本场比赛韩飞龙不仅代表自己，也代表我们中国武术，代表太极拳法。上场比赛，我们的少林功夫啊，武僧义龙的输给了这个沙玉郎。那么在国际擂台，尤其是在日本啊，这个媒体记者非常讨厌啊，说这个我们中国武术不如泰拳啊，说少林功夫不如泰拳。那本场比赛，韩飞龙就是要把这口气给他争回来。那么在不被任何人看好的情况下，韩飞龙本场比赛的话也是和对方大战了3回合，并没有产生 KO。但是我们看一下最终的一个判罚。现在我来宣布本场比赛最终裁判给出的分数：1号裁判30比28，2
号裁判30比29。3号裁判29比，没有错，让我们恭喜韩飞龙！哇哦，本场比赛成功的为中国武术找回了颜面。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行吗？过一个他的这个表现，他是中国拳坛有史以来最恐怖的重炮杀手，也被称之为亚洲小泰森。不管你是哪国的精兵强将，还是世界冠军，在他的面前，通通撑不过一个回合。此人正是人称“鬼见愁”的魏宁辉。年少成名的他，在12岁时便进入到武校学习，15岁入选国家泰拳队，在2014年横空出世，到2015年崭露头角，再到2016年夺得冠军金腰带。他仅用时2年时间，便红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上百名国际高手都拜倒在他的重拳之下。他的重拳就像装了追踪导弹一般，平均每一场比赛都要打断对手5根肋骨。就连世界拳王泰森提到他，都要赞不绝口。然而这场比赛，魏宁辉的对手来头也不简单，他就是来自于波兰的拳击天王托马兹。此人作风顽强，凶悍异常，和他交过手的对手基本上非死即伤。据说光是世界级别的金腰带，他就多达14条。那天我也看了我的对手的比赛视频，他的金腰带挂了半个擂台，差不多有14条。托马兹，来吧，我们硬碰硬，我会重拳 KO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好，我们仔细看红方选手中国小将魏宁辉，蓝方选手我们仔细看啊，那么手套上戴着蓝色的家伙啊，就是波兰拳击天王托马兹。好，那赛前这个托马兹呢，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把魏宁辉放在眼里啊，更是狂言呢，一回合就要 KO 魏宁辉。好，很猖獗啊，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究竟有没有这个本领。而且魏宁辉呢非常的重，而且魏宁辉的中近距离的拳连接性呢非常的强。非常有穿透力。一个大杆直接把托马斯给闷在了地上。第一次的强度，好像还行不行？还行吗？秒杀魏宁辉。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真的是没有想到魏宁辉，我们的人送外号鬼见愁的魏宁辉啊，仅用时不到1回合的时间，用自己凶悍的催泪拳法打断了对方的肋骨。我们看这个拳应该是打断肋骨了。那么魏宁辉的这个拳法呢，他的催泪拳很厉害，所以说魏宁辉在这个拳法上啊，他也被称之为亚洲小泰森。赛前我就说我们两个打法一样，不是他 KO 我，我就 KO 他，没想到这么快，今天特别开心，谢谢。好，那第二场比赛魏宁辉要面临的对手的来头更为凶狠，他就是欧洲空手道冠军克雷格·迪克森。此人据说拥有着金刚不坏的肋骨，听说中国有一位催泪大师重炮手魏宁辉，也是不远万里前来讨教，想看一下究竟是自己的肋骨更硬，还是魏宁辉的重拳更猛。赛前他更是对着媒体镜头放下了狠话，表示魏宁辉如果打在他的肋骨上，断掉的只可能是魏宁辉的手臂。赛前说这么多厉害的话也没用，打完才知道。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可谓是非常精彩了啊！拳坛重炮手遇到了这个据说有着金刚不坏肋骨的外国空手道冠军克雷格·迪克森。好，我们看比赛开始了，红方选手红色裤衩，我们中国小将魏宁辉；蓝方选手蓝色裤衩便是欧洲的空手道冠军克雷格·迪克森。好，那么赛前对方的这个克雷格呢很猖獗啊，他说自己的这个肋骨金刚不坏啊！如果魏宁辉打在他的肋骨上，那结果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魏宁辉的手臂有可能会断掉。好，我们仔细看一下，要提防对方的这个低扫，因为对方的话是一个空手道出身的这么一个家伙，而且后来呢转战到泰拳，还学习过散打、自由搏击以及这个跆拳道啊。那么相较之下的话，魏宁辉是一个相较于比较单一的选手，他的拳法很厉害，但腿法呢相较来讲是比较的薄弱一些。但是我们的功夫大师李小龙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从来不怕任何人会1000招，我只怕一个人把一招练到1000遍。那么简单的来说呢一招鲜吃遍天，这才是最恐怖的。好漂亮，连续的轮摆，魏宁辉的这个拳举起是很有力度。
我们看到克雷格这个扫腿啊，还是比较有浓重的泰国风味啊。是的。哦，出腿低扫。不知道今天魏宁辉能不能再次施展自己的这种拳法上的优势啊，这种杀招啊。他杀招就是击腹。对。我们看克雷格也是不想一上来就让自己处在下风啊，逼得还是比较紧。随时保持压迫感。对，魏宁辉从最近半年来说，就是他最近的比赛呢，没有像以前这样上来以后就是猛冲猛打，更成熟一些了。求稳。对，好，没有错。比赛第一回合还有1分钟的时间，那对方的克雷格的确在综合实力上来讲呢是比较厉害的，但是我们的魏宁辉也是不断的在寻求能够打击对方肋骨的机会啊，也想看一看究竟这个。他的肋骨硬还是自己的拳头要更硬？好漂亮，连续的击腹，这个打腹啊，是魏宁辉最擅长的。这是小胖的标志性的武器。不过这2下克雷格的抗击打也是表现出来真的是不弱。而且刚才那2下位置稍微靠上了一点，如果是靠下一点，可能会效果好一点。靠近脾脏的位置。对。我们看克雷格这个反击还是不错，魏宁辉还是要在进攻的时候，头部的空当还是要尽量缩小。而且刚才克雷格还是打法有点立体进攻啊，对，打一下前手，然后后腿再低扫一下。在之前他战胜白利帅的时候，其实就是泰式的风味特别的浓，只是用。好，没有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非常非常的精彩。我们的鬼见愁中国小胖魏宁辉。这场比赛的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啊，虽然说对方的这个综合实力很强，腿法呢非常厉害，但是我们看，在魏宁辉彪悍的重拳面前啊，一切的一切，观众朋友们呢都是花里胡哨。好，第一回合的话，双方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试探，能看得出来魏宁辉也是执着的想要打对方的这个肋骨。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2局，双方一共会打3局。对，每局3分钟。这场谁获胜谁指65公斤世界冠军赛的4强。啊，很正宗的泰式扫腿啊！而且我们看克雷格的这个腿的肌肉线条也是，很粗壮啊。对，维度非常大。对。好，我们看比赛的第2回合呢，魏宁辉还是不着急，打得还是很稳啊。因为魏宁辉呢，他的这个拳是比较重的啊，所以说我们打对方只需要抓住机会就可以了。而且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呢，魏宁辉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较冷静的这么一个选手。好漂亮！哦呦，什么情况？哇，送给对方1次读秒。我们看一个前手的平勾，这拳打得非常的漂亮。我们看对方已经是有点懵了。好，比赛继续。还是发挥了掌当，要一口气吃下对手，组合，找好点。啊，不要太着急，体能的分配。对，哎，被我神前挡了一下，可惜。克雷格恢复的。又撞了一下后手。又是一次。但克雷格也还了一下后手迎击。后手钻进去，有了，平勾，有了，逼到身边，组合，要把他防守打散。对，要把他报价给砸开。对方不停的中扫。对，膝撞，找好机会。打迎击，对，可以打phủ了，对，主攻的空档很大了，是的，而且看克雷格刚才那下出腿就已经有点不标准了，现在还又5秒，魏宁辉现在很稳健的，在没有更多的机会之前，自己是一直在寻找这个空当啊。如果这局再出现1次的话，比赛就将结束。对，连续第一个回合里面读秒3次就直接判负了呗。对，魏宁辉能不能有机会进4强？对，打散，对，把报价砸开。能不能为后面的比赛为自己节省一些体力？看他会不会使出击腹。来了，击腹，结束了，连续读秒3次。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魏宁辉在比赛的第2回合连续读秒对方3次，拿下了本场比赛的对局。我的天哪！对方号称有着金刚不坏的肋骨，但是今天被魏宁辉这个彪悍的重拳啊当场打断。那么赛前对方表示说自己的肋骨从来没有被打断过啊，那今天也是让对方心满意足的离开了。
好，观众朋友千万不要走开，因为接下来魏宁辉的对手呢，来头更是来势汹汹。他就是曾经的2届世界泰拳冠军，70公斤量级的胡安。此人凭借着强悍的作战风格，横扫了整个欧洲拳坛，无人能挡。这场战绩更是有着46战45胜，其中包含42场 KO 的惊人战绩。打法差不多吧，就是拳特别重，特别有力量。不过我的也不轻。好，各位今天观众朋友们，那这场比赛相较于前2场不同的是，那双方选手都是最有名的重炮手。好，我们看一下红方选手魏宁辉，蓝方选手黑色裤衩便是今天的擂台挑战者啊，胡安·阿维尔·巴拉干。那对手的话来头不简单了，而且是一个征战沙场的拳坛老将，而且还是一个世界冠军。这也是魏宁辉打过有史以来呢，可以说是最强大的一个对手了啊。好嘛，比赛开始，对方的中拳压得非常的凶，魏宁辉的也不着急。好，大力的砍腿。魏宁辉并不是说腿法不厉害啊，只是说呢，他并不是很爱去用，因为自己的拳法很厉害了啊，没有必要去这个过多的去用腿法消耗体能。对，是的，这个现在是手脚齐全，对，既有拳法又有腿法了，对。对手拳的组合能力很强啊！对，漂亮，击鼓来了但是对手表示无所谓啊，标志性的啊，摇头表示你这拳不过如此啊。对，魏宁辉的拳他是又快又重，是，这个胡安还是表示无所谓，摇头啊，觉得这个拳不怎么样。对。连续的拳法是，再加上腿法，就更完美了。对，现在魏宁辉这个拳啊，单击。好，比赛第1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那么魏宁辉的话也是越打手感越热啊，在进攻上的话也是开始了反扑。对手这个低扫啊，双方的话都是最有名的重炮手，漂亮，开始打斧了，这是魏宁辉最擅长的一种打法。而且我们看此时的魏宁辉呢，把对方也是逼到了龙网啊。逼上了一条绝路，但是要小心，对方也有可能这个狗急跳墙。魏宁辉现在当然腿法也不错，对，加强了很多腿法的进攻。对。魏宁辉在这样的拳法攻势下，你要再多变化一些，加上腿法呀，真的是会更好一些。是，得有拳腿组合。对。类似这样的动作多打一些，是对自己将来的提升会有很大的帮助。哇，又是低扫，明显的疼了。漂亮，又是低扫。魏宁辉的低扫，魏宁辉又低扫啊！对，现在越来越有效果，又是低扫。你看这2种拳法，两人打到。哎呦，观众朋友们，什么情况？我们看这个胡安，这个世界冠军啊，现在已经是有点站不起来了。好，裁判也是没有意外，直接终止了对局。我们看魏宁辉的话，也是一脸云淡风轻，非常的轻松啊，拿下了本场比赛的对局。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魏宁辉是如何 KO 的对手，因为太快了啊，也没有看清，应该也是一个打斧啊，因为这是魏宁辉的最擅长的。好，观众朋友们，再次恭喜魏宁辉战胜对手。好，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51岁华人大叔深藏不露，参加美国黑市拳赛一拳秒杀黑人猛男，彻底看傻全场老外。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一场美国街头黑市拳赛。好，眼前的老大哥已经是51岁了，51岁啊，一个华人选手，而今天他的对手就是眼前这个小子。你看他这个脸上还纹满了纹身啊，看起来脏兮兮的。这场比赛令所有在场老外感到震惊的是，就是华人选手啊，这个51岁的老大哥，很多人并不看好他，并认为他呢完全就是来送死的。的确啊，51岁了，他长得也不高，体型也不壮，但是在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不可貌相啊，海水不可斗量”。好，这个黑人选手长得非常的高啊，
长胳膊长腿儿，哦，这是个大高个。好，我们先来看这位老大哥，真的好像是深藏不露，他有一些个非常多的技巧，他并不是什么都不会，很专业啊。这个摇闪，还有他的拳法，看来他并非等闲之辈啊，他今天也是来，应该是来踢馆的。好的，不再走了，直接拼拳。哦呦，很难想象这是个51岁的，哦呦，小心！现场的擂台非常的简陋啊，双方选手甚至踩在了这个草坪上啊，踩在了这个黑土地上，光着脚丫子打。30 seconds left. 这场比赛震惊了非常多的职业选手啊，包括像拳王泰森啊都有点赞，令所有人感到不可思议。9, 8, 7。好，这个地盘很稳，一看就是扎过马步。好，中场休息，可以看到这个黑人选手累得也不行。虽然说占据了身高和臂展上的优势，但是并没有打出好的效果。现在呢看到的是应该是他的教练啊，或者说他的团队。好，这位老大哥的确是不年轻了，另外他的这个毛发也不是很浓密。好，来看一下双方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看一下这位老大哥能否在这一回合打出精彩的表现。观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好戏马上开始。好，各位观众朋友们，精不精彩，意不意外？本场比赛没有错，挺尸了，整个人已经是躺到了地上。这位51岁的老大哥啊，也是用重拳击溃了这个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好，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不可思议。来，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因为接下来这场比赛更为精彩。哇哦，可以看到，哦呦，这个黑人选手，这是个小钢炮。长得个子不高，赛前数据的话应该是1.4米啊，应该是不到1.4米的一个身高。但别说这个家长得很扎实啊，是个十足的小钢炮。而有位选手就像一个骂傻子一样啊，非常的瘦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究竟双方鹿死谁手啊？但是这个白人小哥值得注意的是啊，他是这个赛事的冠军，此前是拿到一个4连胜。Up. All right, nice. Hands up. Wrap around the arm. Wrap around his arm. Go ahead. 但是我们看这个小钢炮真的是冲劲十足。好，你看他哦。打地面战对于他来讲非常的合适，因为他的胳膊腿都很短。这属于美国版的武大郎，只可惜啊，他不卖炊饼。Keep going.
好，裁判看不下去了，看这个白人小哥被打得太惨，将比赛重新拖回到了战力。但是我目前来看啊，这个白人小哥已经不太行了啊，刚刚也是被连续的打拳啊，已经打得有些神志不清了。好，又是来到了地面第一局。哦，这个小钢炮真的是冲劲十足啊，观众朋友们。的确很有劲儿啊，的确是有劲儿。好，结束了，观众朋友们，精不精彩，好不好看？哈哈，这场比赛没有想到啊，以小打大啊，竟然是打赢了。当然，这场比赛也谈不上以小打大，因为这个小钢炮要比这个瘦小伙更壮。好，冠军换人了啊，换成了这个黑煤球，哈哈，这个美国武大郎。好，观众朋友们，那本期视频到这里的话结束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我操！外国冠军瞧不起中国选手，发布会上突然发难，恶意推搡中方选手刘策，还当众秀起了肌肉，嘲讽中国选手根本没实力，更是当众撕毁中方选手的照片，表示不堪一击。这个世界上最容易成功的事情啊，就是击败中国人。明天我的对手，我连听都没听过他，他就是个无名之辈。我保证，明天会把他亲手打到跪在我的面前，向我求饶。这个嚣张恶徒就是伊朗拳王卡利米安，一招鲜吃遍天，他把转身边拳练到了炉火纯青，巅峰造极，人送外号拳坛龙卷风，发起狠来，连裁判他都敢打。中国巨人腿王刘策是中国当今大重量级别拳坛无可争议的最强猛男，仅凭一双铁腿便叱咤风云，横扫武林。他的腿法力拔千钧，势不可挡，从一晚上连续踢断3个老外小腿，在日本拿下冠军，一战成名。我叫刘策，来自中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日本比赛，也是第一次参加 K1 的比赛，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冠军，但不是我的最后一个。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中国巨人腿王刘策的一场冠军争霸赛。注意看，右边选手便是刘策，哇，没有和对手碰拳，我觉得这个是很对的，因为赛前呢，对方啊也是很猖獗啊，不仅是赛前推搡我们，而且还用各种难听的话语羞辱我们中方选手，羞辱我们中国人啊，所以说刘策呢也是彻底被激怒了。好，这场比赛开始，蓝方选手蓝色拳套刘策，红方选手红色裤衩卡利米安，我们注意看他开局直接打了上来。刘策身高将近2米，而对手我们注意看比刘策还要高上一点。好，这场比赛对方是擂台狩猎者，来自伊朗的一个拳王，现在金腰带就在他的手上，而刘策则是今天的擂台挑战者。好，我们注意看对方卡利米安特意把我们中国的5星红旗印到了屁股上，哦，是可忍孰不可忍。刘策正蹬，再正蹬。刘策被称为巨人腿王，他的腿法呢是非常的厉害。他最拿手的便是卡夫踢啊，但是卡夫踢呢说通俗一点啊，就是低扫腿。但是刘策呢出腿速度很快，而且呢角度也很刁钻。刘策前摆。刘策的拳法也是相当不错的啊，之前 KO 过，哎呦，重拳，前手摆拳，哦，这一下已经赢一半了。8秒强毒，卡利米安赛前的嚣张到现在已经是烟消云散。我的天哪，这一拳的确太猛了，后手摆拳，前手摆拳，后指再前摆。卡利米安已经是摇摇欲坠，这位世界冠军在刘策的面前就像一个人肉沙包，而且我感觉刘策呢是有一种不想让卡利米安活过第1个回合的感觉，让对手压到笼边，连续的后手，哦，卡利米安已经不防守了，他是懵了吗？顶膝，哦，这下是推倒而不是击倒。
刘策抓住机会，哇！巨人腿王今天不打腿了，哦呦，后手摆拳，哎，这一下怎么没有给到读秒？哦，应该是对手在转身动作的时候击倒的啊，是对方失去重心，而并不是击倒。最后的30秒钟，我感觉这个卡利米安已经是完全就招架之功啊，没有还手之力了。哎，对方的拿手好戏，转身边拳。卡利米安现在就是一个过街老鼠，只能满场乱窜。连续的后手，再来大耳朵，哎呦，这一下还能打吗？又站起来了。但是时间所剩无几哦，这个铃声啊救了对手一条命。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那刘策的表现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打的卡利米安是完全没有招架和还手的余地。在第一回合，刘策是有4次击倒卡利米安，但是很可惜，其中只有2次被判定为读秒啊！如果再给1次的话，3次读秒，刘策直接就赢了。哇，看看这个前手拳啊，真棒啊！来看一遍。漂亮！ゆうちゃみさんおっしゃった通り1ラウンドでやっぱそうですね2ラウンドどういう展開になるのか楽しみですね。またこれこの重量級なんで逆に可能性もあったりするっていうのも重量級です。好哦，刘策在笑，看来刘策现在很自信，也很放松啊，但还是要打起精神来，要小心啊，对方毕竟是世界冠军呢。哦，还是要小心。我们看卡利米安在这一回合怎么还容光焕发了呢？哦呦，错觉！哦，这一下是一个很清晰的读秒啊，明显是晃了。但是需要1个回合3次读秒啊，刚刚的2次击倒呢是上一个回合的。好，这一下是推倒，并不是击倒。虽然说对方是冠军，我们是挑战者，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水平啊，观众朋友们。我觉得这个刘策，哇，当对方师傅啊，都绰绰有余了。哦，又是转身边拳，让你转。哦，又是一拳。哇，这拳直接塞到了卡利米安转身动作之后的脸上，把这个喜欢旋转啊、喜欢转圈的卡利米安啊，直接一拳打到转停了。哎，什么情况？现场裁判临时终止了比赛，意思要检查一下刚刚这一拳有没有犯规。我们先抛开犯不犯规的问题先不谈，那卡利米安现在是得到了一个很充分的休息机会。刘策也是一脸茫然，他认为自己没有犯规。照这么下去，对手我感觉一会儿都缓过劲儿来了。好，看一下慢动作，对方转身动作之后，右侧砰补了一拳。那这一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并没有打对方的后脑，也没有打对方耳根或者耳朵后面。这个休息时间很长，让卡利米安刚刚这个完全马上要被 KO 的状态已经缓过来了。我觉得这个裁判有失公平啊！这场比赛友情提醒一下，是在日本举办，对方是冠军，而我们是挑战者啊。现场裁判也都是日本人，所以说现在的情况也不乏有可能是黑哨的情况，也有可能。好，再看一遍，我们看很清晰，这一拳呢，就是脸，我们并没有打到对方的后脑啊。
什么情况？裁判给到一张黄牌，这张黄牌的话，刘策表示不服，但是没办法。一张黄牌不仅会扣分，而且对刘策的心态上也会有影响，包括刘策本场比赛的出场费也会被克扣30%。好，比赛继续，看一下刘策接下来的表现。刘策注意看，节奏感已经是掉光了。在终止比赛之前，刘策的状态和节奏感很好，但现在呢，稍微有一点僵硬啊。注意时间，还有最后的30秒。这卡利米亚还在做一些转身动作，对方真是记吃不记打呀。最后20秒钟。哦，小心！对方真的很喜欢转啊，转来转去。转身边拳接旋风踢啊，这是很少见的。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打得非常窝火呀，观众朋友们。那刘策现在需要呢赶紧调整状态。那今天跟随刘策来到现场的还有他的师傅妖刀魏睿。没有错，现在眼前的黑衣男子啊，渭水的便是魏睿。好，刘策还有一些挑衅表情。好，第3回合看一下刘策的精彩表现。那这里废话少说，前2个回合的确有些窝火。好，这一回合刘策开始了自己熟悉的砍腿战术，但是不是晚了一些呢？都第3回合了。刘策之前的砍腿战术基本上都是1回合拿下对手，但这一回合我们看刘策呢，几乎是不出拳啊。打得保守一点也没关系，因为刘策在第1回合的分数是非常大，即便吃到了一张黄牌啊，也是有很大的优势。好，对方还是把5星红旗穿在裤衩上，看起来非常的不顺眼啊。而且刘策现在呢，他的鼻血啊也被打出来了。注意时间，第3回合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刘策还有没有机会？前摆，哎呦，前摆后摆，我们看卡利米安被打倒了，结束了这一下，没有悬念，对手起不来了，哇，一个后手，这位不可一世的世界第1拳王伊朗拳王卡利米安被重重击倒在地，让我们恭喜刘策，哇，太精彩了，这场比赛是有惊无险，虽然说情节上是跌宕起伏，但结果还是我们想要的结果，让我们恭喜刘策。不愧是我们中国大重量级别拳坛当今的最强猛男啊！让我们再次恭喜他，他才27岁，观众朋友们，此战我觉得拿下冠军之后，至少卫冕个3、4年啊，至少的。好，让我们恭喜刘策。
皆さん最後いいシュート。いや、そうでもないよ。相手のジャブの印象悪いんで、左の方は相手にします。本当でした。それまで、膝の深いところから大丈夫だったから。いや、2メーターが。すごいですね。解体爆発でクズロースを打った。そして今日もまた中国のが止まらず、またしてもノックアウト。